无法对付中国，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个选项，要么变身，要么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近日，拜登政府发布了2023年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将决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前进方向。然而，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法证明自己可以对付中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将军表示，如果海军陆战队不改变，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他将推动陆战队与美国陆军的差异化改革，其发展方向变为以两栖作战和以支持海军陆地作战为主。然而，一批极具影响力的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不希望海军陆战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正在积极地游说立法者阻止或推翻伯杰的倡议。多年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作为第二支陆军的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与美国海军的联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20年的战斗中，很少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学习两栖作战的经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认识到两栖作战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远程精确制导弹药的威胁，特别是反舰巡航导弹的威胁，迫使大型的常规两栖战舰在离海岸更远的地方停泊和驻战。30多年来，美军一直就未能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由于无人系统的进步，更小的制导武器更具机动性和准确性，单位和平台共享战场信息的能力也在提高。随着海军机动平台的新设计，有可能实现过去无法做到的事情。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提出的2030年部队设计计划，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关键事实：第一，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在舰队中服役，夺取或保卫先进的海军基地，并对海军发起的战役提供至关重要的陆上行动。也就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再帮助美国陆军打仗了，而是要回归其原先的作战使命，与美国海军配合作战。其二，中国已经被确定为美国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安全挑战。如果美国不能应对中国的威胁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现代挑战，它将不得不放弃对该国长期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比如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美国的国防预算是有限的，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找到自己的新定位。第三，按照目前的状态，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法完成其主要任务，以应对美国最重要战区所面临的威胁。那么，美国人又计划如何来改变其海军陆战队呢？可能要淘汰大多数的主战坦克、大量的深管火炮以及航程较短的攻击机等等。为此，他们需要装备一些能够支持海军作战的远程武器，比如反舰巡航导弹和防空武器、两栖舰艇和无人平台，需要配备各类传感器和情报收集工具，使他们对美国军队的重要战区变得更加有效。美国海军陆战队2030年的部队设计将提供一支具有新型联合武装编队的军团，能够对最强的敌人进行分布式作战，防止敌人控制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关键地区，能够投射海军力量和导弹的攻击力量，通过联合作战以适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美国认为，如果海军陆战队不转型，它将因为无关紧要而面临死亡，或者只能作为美国陆军的辅助兵种，以应对小型危机。总体来看，美国海军陆战队仍然是一支第二陆军，无法适应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大国战争。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要想变身为能够对中国进行威慑的作战力量，也就是要放弃
治安战能力，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两难的事情。其实，就算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大国战争的转型，在中国周边也基本上没有地方可以发挥作用。美国海军陆战队恐怕以后还是4等人，而且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因此，我们不妨让美国人自己焦虑去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